这是大婚之夜，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我竟然重生了。皇后，该喝交杯酒了。痛，所以不是吗？萧炎，钱是你欠沈家的。沈渊，念及旧情，赐你。我沈家世代镇守10年，何来之说？沈渊姐姐，事已至此，你又何必再做无谓的狡辩呢？陛下念及旧情，特意留你体面，你就从了吧。沈渊，你自始至终都只是一枚棋子，是我昭告天下的旗帜。我从未爱过你，一丝一毫都没有。萧炎，你对我家人怎么了？姐姐，昨日菜市口好热闹，你们沈家的人头摆得整整齐齐，一颗都没少。萧炎、柳如烟，若有来世，我定不会放过你们。陛下，臣妾失态了，方才做了个噩梦，梦见陛下不要臣妾了。力气倒是不小。罢了，来，酒还没喝。陛下今日太累，已歇下了。任何人不得喧哗，惊扰圣驾。是。谁？有人在暗处看到了，但他没有当场告发，要么不敢，要么另有所图。无论是哪种，我至少还有时间。我必须抢在他开口之前，把他找出来，否则就全完了。醒了，昨夜您操劳过度，直接睡过去了，在下担心了一夜。昨晚喝的酒，陛下说些什么呢？交杯酒自然是你我同饮，只是陛下昨晚喝的急了些，这才醉了。是朕多心了，许是做了个怪梦。他在试探我，但他没有证据，也不会为一个噩梦废掉刚丽的皇后。我还有时间，但必须加快。陛下，臣妾头好晕。昨晚陛下突然昏倒，你到底做了什么？这个蠢货在怀疑我，但他不敢直接告发，他没有证据，而且他的圣宠全靠萧衍对他的愧疚，他会去找别人帮忙。让我猜猜，周牧之。萧炎已经开始怀疑，柳如烟也在查。我必须在他戒断反应出现之前，让他彻底离不开这药。昨晚那个黑影能潜入寝宫窗外而不被侍卫发现，武功极高，他绝不是柳如烟的人。柳如烟刚才的眼神是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昨晚发生了什么？这宫里还藏着第三双眼睛，必须把他挖出来。前世冷宫3年，大哥来探望时断断续续说过一些话。有一次他咬牙切齿地说，当初若是早些察觉西苑老槐树下被人埋了东西，沈家也不至于。来人，传本宫旨意，明日早朝后，请沈将军入宫。本宫思念兄长，要叙叙旧。大哥，前世沈家被抄，你死在我前面，今世我来找你，但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重生了，你不会信，只会以为我在宫里被吓出了癔症。我只能用这种法子，一步步推着你走。这颜色不对。脉象沉涩，肝肾二经有滞，已与长期服用某种药物有关，不是寻常的毒，是古籍中记载的早已失传的相思饮服药痕迹。谁有这种本事？皇后，她一个将门之女。去找宫外我们的人，验清楚这箱里面到底有什么。
记住，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陈沈昭见过娘娘。起来吧。家中一切都好。父亲一切安好，只是昨夜臣按娘娘信中所言，在西院槐树下挖开泥土，在地下3尺处找到了这个。这是北境外族的军封信物，若被人发现藏在沈家，便是私通外敌的铁证。就是这个。前世萧衍说沈家勾结外敌，用的就是这块铁牌。大哥，东西藏好，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他。还有，府中近3月新入府的人，尤其是能在西院走动的，全部暗中过一遍。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明白。有人抢先一步，把府上管家近半年的往来记录匿名送到了沈府门房。这份记录详细列出了管家与宫外某人的见面时间与地点，不知何人相帮，但此人所送之物恰好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有人在暗中帮沈家，这个人知道管家在往外传递消息，也知道我正在查管家，而且他送的恰到好处，正好是我最需要这份证据的时候。秦贤的痕迹，这宫里能接触到秦的人很多，但能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把这份记录送到沈府，这个人手里有情报网，而且在这宫里经营已久。不管你是谁，你帮了我一次，我会记住，但我需要知道你帮我是因为你也有想要扳倒的人吗？管家记录送到了，他应该能用上。沈渊，你什么时候会发现这宫里不止你一个人在等这一天？臣知道皇后娘娘在做什么。今夜子时，御花园假山后相见。同一个人，上次帮了我，这次约我见面，他想要什么？青罗，昨夜本宫寝宫外都有哪些宫人值夜？回娘娘，是小德子，他一直在门外候着。今早内务部来人说发现他溺亡于御花园池塘，内务部定性为失足落水。不是宋信人杀的，如果是，他不会留下尸体让人发现。杀小太监的是另一拨人，他们在盯着我，宋信人也在盯着我，两拨人都在暗处，只有我在明处。但你上次帮了我，至少你应该不是周牧之的人。今晚我去会会你。微臣太医院副使许攸拜见皇后娘娘。季太医查到您头上被我看见了，明日就要上密折。娘娘，除非他永远闭嘴，求娘娘亲自动手。许攸，你是季伯安的亲传徒弟，让你师父闭嘴的方法有很多，为何一定要本宫亲自杀人？你是想借本宫的手除掉师父自己上位，还是说你是丞相周牧之的人？这是他给本宫设的投名状陷阱，想要本宫杀人，就拿诚意来换。季伯安掌握了多少证据？折子写到了什么程度？说清楚，本宫或许会考虑。好好想想吧，许副使。知道的太多又太贪心的人，通常活不长。送信人不是许攸，许攸是周牧之的棋子，他约我见面用的是直接堵我的方式。但这封信能出现在我枕边而不惊动任何人，送信人要么武功极高，要么在宫里经营多年，有自己的人脉网络。秦贤的痕迹，能在我枕边放信而不被发现的人，只有住在后宫的女人。许攸先到了假山，皇后去了，但很快就离开了。许攸被识破了，动作倒快，不过没关系，皇后没事就好。那奴婢下次还按原计划送信吗？不用了，他已经猜到了送信的是后宫的人，再送信他会直接查到我。下一步让他自己来找我。沈渊，你没有让我失望，你能识破许攸，能猜到送信的是后宫的人，能查清铁牌的来源，你比3年前的我要强。3年前我一个人扛了太久，最后什么都没扛住。这一世我不打算再一个人扛。娘娘，臣斗胆请教，您为陛下煎的药中是否额外加入了白术与茯苓？本宫皆是按太医院所开方子煎药，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季太医何出此问？臣查过方子，确实没有，所以臣很好奇，为何陛下的药渣中有这2味药被研磨成极细粉末的痕迹？这2味药若成细粉入汤，可完美掩盖其他某些药物的特殊气味。娘娘，您说奇不奇怪？老臣只是好奇，随口一问，娘娘不必挂心。老臣告退。白主和茯苓我根本没加过，他在诈我，但他为什么偏偏用这2味能掩盖气味的药来诈？难道他在药渣里发现了更多东西？他没有直接上折弹服我，说明他手上没有铁证。他需要时间找证据，我也需要时间找他的弱点。这是一场谁先找到对方软弱的比赛。季太医有一独子名季怀安，10年前外放至南疆小县为官，3年前因卷入一桩贪墨案被革职查办，至今下落不明。季太医为此事奔走多年，但始终没能翻案，这似乎是他唯一的心病，下落不明。青罗，想办法把那桩贪墨案的全部卷宗副本给我弄来，要快，要隐秘。季伯安，你有你的医术和坚持，我也有我的筹码和手段。我们来看看，是你先找到真相，还是我先抓住你的软肋？按娘娘吩咐，臣暗中过了府中近3月入府的人，有一名叫刘福的护院，是管家3个月前举荐入府的。此人识字却不会武功，每日固定时间在西院附近巡查。现在想来，他是在踩点，确认铁牌是否还在原处。管家是怎么认识他的？管家说是远房亲戚，但臣查过了，管家老家那个村子5年前就被洪水冲没了。这个亲戚来历是假的。管家被收买了。前世抄家前夜，管家突然失踪，原来不是失踪，是做完事回去领赏了。大哥，先不要动他们，铁牌我们已经取走，刘福还不知道，让他继续巡查，我们盯着他。我要顺着这条藤摸到他在宫里的主子。明白。另外，我在府中发现了一件怪事，父亲书房里有一封信，是3年前兵部侍郎送来的，内容只是普通公函，但那封信的信封是用北境外族的纸张做的。那个外族30年前就灭国了，这种纸张早该绝迹。又是北境外族，铁牌是外族军中信物，信封是外族纸张，2件事指向同一个方向。有人在用北境外族的遗物系统构陷沈家通敌。大哥，那封信先不要动，但把信封和制纸分开收藏。如果有朝一日需要证明这封信是伪造的，信封的纸张年代会是关键证据。铁牌、信封，30年前灭国的外族遗物，能在京城动用这些文物的人，整个大梁不超过3个。而这3个人里，最恨沈家的是周慕之，前世沈家覆灭的真正推手，不是柳如烟那个蠢货，柳如烟只是枕边风，真正布局的人是丞相周慕之。娘娘，这香中混入了3种药材，与古籍中记载的早已失传的宫廷秘药相思饮，所需的3味辅助药材分毫不差。此香若长期点燃，与特定内服之物相合，可致人。够了，你出去！今日之事若泄露半字，我要你全家陪葬！相思饮，沈渊，你竟敢给陛下用这种东西，我抓住你把柄了。可是，如果陛下知道我私下验皇后的安神香，如果沈渊狗急跳墙，来人，把这查验结果抄录一份，秘密送进丞相府，亲自交到周相手中，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相思饮有意思，沈家这个丫头倒是小瞧她了。本以为她就是个被塞进后宫的棋子，现在看来，这颗棋子有了自己的想法。沈渊，你父亲沈振北当年在朝堂上指着老夫鼻子骂国贼的时候，可曾想过他女儿会落到老夫手里？你用毒控制陛下，想复仇？老夫倒要看看，是你这孤女的毒厉害，还是老夫经营20年的颧骨更硬。铁牌是周慕之的私藏，用它栽赃沈家也是周慕之的主意。所以，前世对沈家动手的不是柳如烟，柳如烟只是在枕边吹风，真正布局的人从头到尾都是周慕之。而柳如烟把安神香的查验结果密送给了周慕之，这个蠢货不知道
他不是在给自己找靠山，他是在给自己找一条死路。周牧之不会帮他，周牧之只会利用他。等柳如烟没有了利用目的，周牧之会第一个把他推出去当替罪羊。妹妹入宫3年，可曾想过当年的事？不敢回想过往，直言若有一天有人帮你想呢？娘娘说的有人，是您自己吗？德妃妹妹，本宫近日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纸边缘有琴弦勒过的痕迹。妹妹平时弹琴吗？臣妾不弹琴，不过臣妾认识一个人，静妃白玉容，她弹得一手好琴。哦，静妃，她胆小怕事，整日闭门不出，倒不像会给人送信的人。娘娘说的对，静妃确实不像。不过，不是所有弹琴的人都会自己弹，有的人只是认识弹琴的人。德妃妹妹，今晚月色不错，若妹妹睡不着，不妨到右御花园走走。本宫今晚也会去赏月。臣妾遵命。他查到了铁牌，查到了刘福，现在他想知道我是不是送信的人，想知道我为什么帮他。沈渊，我等你来问我，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也是吗？陛下，该服药了。皇后，朕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婚那日，你递给朕的交杯酒里下了东西，朕喝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陛下，那交杯酒是礼部与上善眷共同准备的，臣妾只是与陛下同饮。陛下定是近日国事操劳，才做此噩梦。是梦。你退下吧。他不是做梦，他在试探我。前世也是这样，杀我之前给我各种机会，看着我挣扎哀求，然后微笑着端来毒酒。这一世，我绝不会再给你这种机会。那封匿名信是你送的，是我送的。管家记录也是你送到神府。是。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在做你3年前应该做的事。3年前，孟家被灭的前一夜，我也在西苑老槐树下挖出了一块铁牌，但当时我以为挖出铁牌就安全了，我不知道敌人布下的局不止一层。第二天，另一块铁牌从别处被搜出，孟家还是被定罪了。3年前孟家被灭的那个晚上，我被人从背后打晕，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大婚夜的床上。沈渊，我等了3年，等一个能听懂我这段话的人。前世冷宫，你究竟是怎么死的？真凶是谁？赐死，和你一样，萧衍赐的毒酒。我死的比你早，你入冷宫之前我就已经死了，所以我前世不知道你还活着，今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回来了。我只能等这个宫里出现另一个人，也在做我3年前做过的事。你等了3年，每天看着这宫墙，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直到我看到你查沈家旧案，那一刻，我知道我不用再一个人等。周牧之布了不止一个局，谢谢你告诉我，你最大的敌人是周牧之，他在朝中经营了20年，不是你一个人能扳倒的。你需要情报网，需要有人替你盯着朝中大臣的往来。你要什么？孟家翻案，成交。前世我一个人从大婚夜走到冷宫，用了3年。今世我有孟之秋的情报网，有我前世的记忆，有大哥在宫外的配合，不需要3年。我要在周牧之对沈家动手之前，先把他的刀折断。第一把刀，柳如烟。娘娘，季太医已经把密折草稿写好了，就藏在他药箱暗格里。他详细记录了相思隐的怀疑，还提到已派人秘密前往南疆，可能与他儿子有关。这是7日醉，无色无味，7日后心脉衰竭，状似疾病而亡。娘娘只需将此物下在季太医的茶饭中。许攸，
你口口声声让本宫杀人，可本宫怎么觉得你比本宫更想让你师父死？是周相答应你，只要季伯安一死就扶你做太医院首席，对吗？所以你设下这个双重陷阱。本宫若杀了季伯丹，你把柄在手，可继续要挟；本宫若不杀，你便向周相告发本宫抗命不遵。药你拿回去，告诉周相，他的好意本宫心领了，但本宫做事有自己的法子。至于你，好自为之吧，许副使。知道的秘密太多又太贪心的人，通常活不长。禀丞相，许攸无用，被皇后再次识破。皇后说，丞相可以亲自来问。无妨，棋子废了，便弃掉，按第二步计划行事。反间计成功，刘福相信铁牌还在原处，已向柳如烟的据点一家当铺传递了铁牌未动的假消息。沈昭的人尾随其后，查清当铺老板是柳如烟一个表哥的名下产业。刘福是柳如烟安插的传递据点。柳如烟和周牧之，一个在宫里吹枕边风，一个在宫外布构陷网，两个人联手织了一张找向沈家的大网。季伯安的折子已写完，藏在太医院枯井铁盒中，内容涉及相思饮与陛下肝肾受损程度的详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季伯安这条线。季伯安不是敌人，他是被周牧之利用的棋子。我要的不是让他死，是让他看清周牧人才是真正敌人。那个黑影看到了我下毒，如果他是周牧之的人，周牧之早就带兵来抓我了。如果他是柳如烟的人，柳如烟不可能沉得住气。所以那个黑影不是柳如烟的人，也不是周牧之的人，他是第三方势力。这宫里除了柳如烟和周牧之，还有第四双眼睛在盯着我。指甲缝里有青苔，是御花园假山的青苔。后脑伤口是垂直受力，不是从楼梯滚落能造成的，他是先被人从身后重击，再伪装成跌落，是谋杀。许攸昨夜去见了一个人，然后他就死了。老臣一定会查清楚他昨晚去见的那个人是谁。陛下药中的蹊跷，许攸的死因，这两件事，老臣都会一查到底。季太医忠直可嘉，本宫亦希望早日水落石出。太医也要保重身体。许攸不是我杀的，是周牧之灭的口。但季伯安认定是我，他认定许攸是去见了我之后才死的，所以凶手必定是我。我没有证据自证清白，他也不需要证据来怀疑我。我们之间已经没有退路了。陛下，沈渊给臣妾送的安神香还有禁药成分，臣妾找人验过了，他还在给陛下毒。你们去查他的药，查他的药渣。陛下，安神香是您赏赐的西域贡品，臣妾转赠柳贵妃，一片好心。至于下毒，贵妃可有证据？若无证据，便请陛下还臣妾清白。回陛下，此香无毒。不是的，他下的毒叫相思饮。季伯安，你知道，你查过药渣，你在包庇他，你们是一伙的。贵妃柳氏诬告皇后失德失仪，即日起降为答应，迁入冷宫思过。你给周牧之的密信是他出卖你的证据，你以为他会帮你？他把你当刀，用完了就扔。第一个，柳如烟，前世你在菜市口笑着数沈家人头，今世我让你尝尝冷宫的滋味。不过还不够，等我扳倒周牧之，你的案子会被重新翻出来，你数过的每一颗人头都会变成加在你身上的罪。陛下，您龙体欠安，可要紧。无妨，有季太医调理，皇后也日日煎药侍奉。陛下乃万金之躯，若觉一位太医调理不力，或可多换几位太医共同参详，更为稳妥。老臣倒可荐举一二可靠之人入太医院，为陛下分忧。丞相有心了，朕自有分寸。退下吧。老臣
参见皇后娘娘。丞相免礼。娘娘好手段，纪伯安那个老顽固查了这么久，居然还没抓到您的把柄。不过沈家那案子相关的证据，老臣早就准备好了。西院老槐树下挖出的东西，您以为藏起来就没事了？还有那个叫刘福的护院，您让他发现的那块假铁牌，您以为老臣会信？娘娘和沈将军在宫里宫外配合的不错，但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沈将军每次入宫，老臣都知？因为您身边不止刘福一丁里金子。娘娘若擅招撒翻案，除非为从误臣的尸体上跨过去，但在那之前，您得先看着沈家人的尸体一具一具摆在您面前。他知道铁牌的事，知道刘福，知道假铁牌，知道大哥每次入宫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不知道我在给萧衍下毒。如果他知道，他不会在这里跟我玩话术，他会直接带兵进来抓我。所以我的毒仍然是我最大的底牌。他刚才说您身边不止刘福一颗钉子，我宫里也有他的人。那个黑影，第一页窗外的黑影，他不是周牧之的人。如果是，周牧之已经知道我下毒了。那个黑影是第4股势力。而刚才在公道上，我看到一个腰牌上刻着王字的太监王德忠，萧衍的太监总管。这宫里不止周牧之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四方势力，纪伯安在查药，周牧之在压沈家，王德忠在暗处监视，还有送信人孟之秋在我身边。四方围剿，但我不是一个人了。周牧之，你说要从你的尸体上跨过去，好，那我就跨给你看。皇后娘娘，臣妾的刀从今天起听您调遣。赵家正在被周牧之调查，快的话3个月，慢的话半年，赵家就会和沈家孟之一样被灭门。皇后娘娘，臣妾没有时间等了。起来，我们要的不是刀，我们要的是翻案，是公道。你起来，我们3个人一起。3个人3条线，孟之秋的情报网，赵青瑜的军中旧部，我在后宫接近萧衍。从明天起，不再等周牧之出招，我们先出招。他不是和我同时回来的，他早到了3年。他一个人在这宫里等了3年，等我出现，等我说出那句只有我们能懂的话。证人翻供的时间，永昌7年3月初7。娘娘，怎么了？永昌7年3月初4，丞相周牧之奉旨南巡，途经南疆。3月初7，就在他抵达南疆的第3天，这案子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一口咬噬季怀安贪墨。不是巧合，是周牧之的手笔。他南巡是假，替当地贪官摆平案子，顺手构陷一个不肯同流合污的县令才是真。季怀安是被拿来顶罪的替死鬼。那季太医他查我查得这么狠，无非是觉得我毒害君上罪大恶极。可他儿子被人构陷生死不明的时候，他信奉的医道王法又在哪里？今晚我就去撕开他这层自欺欺人的皮。皇后娘娘深夜驾临太医院，所谓何事？若是为陛下取药，吩咐一声便是。本宫不为取药，是为送药。季太医，你查本宫查了34天，翻药渣寄卖案，盯着本宫一举一动。本宫不怪你，你职责所在。娘娘既知老臣在查，便该收敛。陛下龙体若有差池，您万死难辞其咎。那你儿子季怀安3年前被人构陷贪墨，革职查办，至今生死不明的时候，你信奉的医道在哪里？你坚守的王法又在哪里？你说什么？你怎会知道怀安？你想做什么？你怎会知道怀安？你想做什么？你自己看，证人翻供的日期，永昌7年3月初7。再看这个，周牧之南巡到达南疆的日期，3月初4。他在南疆只待了5天，
这案子就翻了天，季怀安就从清官变成了罪臣。不可能，怀安他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他们说他贪墨军饷，我不信。我求了很多人，可证据确凿。证据？周牧之亲手伪造的证据当然确凿。他需要一只替罪羊，去安抚南疆那些真正贪墨的官员。你儿子刚好在那里，刚好不肯同流合污，就成了最好靶子。你有何凭据？你凭什么说是周相？就凭这份卷宗是本宫从刑部绝密档案里抄出来的，就凭那个翻供的证人在案子了结后1个月就举家迁往京城，在周牧之一处隐秘庄园中当上了管事。季伯安，你儿子的命是命，我沈家上下72口的命就不是命吗？你到底想怎样？本宫帮你找到季怀安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作为交换，你给我3个月，3个月内你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停止一切调查。你的密折压着别上。3个月？你要这3个月做什么？继续给陛下下毒？本宫做什么，你不必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现在是同一个周牧之。你维护你的医道和儿子，我维护我的公道和血仇。3个月后，若你儿子安然归来，我任你处置；若他死，我帮你向周牧之讨还这笔血债。好，3个月，老夫等你消息。淮安，爹对不起你，爹没用，爹今天做了一件背弃医道欺君罔上的事，但只要能找到你，爹下地狱也认。这伤口不是跌落造成的，边缘整齐，深度均匀，是钝器垂直重击。少爷饶命！少爷饶命啊！小的鬼迷心窍，小的不是人，求少爷给条活路。活路？你替柳如烟那个毒妇在沈家西院买铁牌的时候，想过给我沈家活路吗？小的说，小的全说，是柳贵妃的表哥，京城悦来当铺的刘掌柜让小的干的。他给了小的100两金子，让小的一定要把铁牌埋在西院老槐树下，还说事成之后让小的去他铺子里当2掌柜。还有呢，柳如烟一个后宫妃子，哪来这么大胆子和人手构陷将门？有后台。刘掌柜有一次喝醉了，说漏嘴，说他也是圣命行事，上面还有大人物。他提到过相府，对，是丞相府。刘掌柜和相府一个姓周的管事是远房表亲，铁牌就是那个周管事给的。刘福，柳如烟给你100两金子，买我沈家满门的命。现在沈家也给你一条路，双面细作为。你继续给柳如烟传消息，但传什么由我定，你做不做？少爷让小的做什么，小的就做什么，只求少爷饶小的一命。铁牌仍在老槐树下，沈家毫无察觉，一切正常。另外，把你知道的柳如烟安插在沈家以及京城里的其他眼线据点，一个不落，全给我写出来，少一个，你知道后果。是，小的写，小的全写。刘掌柜在城西还有一处暗宅，账房先生的助手也是他们的人，我都写。刘福这条线握住了，告诉沈昭，按计划进行，用刘福传递假消息，麻痹柳如烟，同时把刘福供出的名单上的人全部暗中监控起来，尤其是那个账房先生的助手，暂时别动，留着他有用。是娘娘。那柳如烟表哥的当铺和暗砖盯死，特别是当铺，柳如烟宫里宫外传递消息必然经过那里，我要知道进出那当铺的每一个生面孔，尤其是和相府有关的人。柳如烟，你的爪子伸得太长了，既然你伸出来了，我就一刀一刀给你剁干净。柳如烟，你的网
我摸清了，现在该轮到你尝尝被自己亲手布下的网慢慢勒紧脖子的滋味了。德妃妹妹，我要查这个人。沈府的管家在我入宫前1年进府，负责西院一切事务。我要知道他全部的底细，尤其是他进沈府之前在哪里做了什么。这个名字我好像有点印象。什么？不确定。但我孟家当年也有一个管家负责西院。查到了，你沈府这个管家原名李贵，10年前他在平西侯孟家，也就是我家做了3年西院管事。永昌5年，孟家被定罪勾结外敌，前半年他突然重病辞宫离开了孟家。然后呢？他离开孟家后去了哪里？消失了近1年。永昌6年，他改名换姓，通过一个牙行进了你们沈府，再次成为西院管家。而永昌5年底，我孟家满门被抄斩，同一个管家，同样的职位，同样的西院，在孟家覆灭前离开，在沈家鼎盛时潜入，而且我调得了孟家旧档，当年构陷我孟家的通敌密，就是在西院书房被搜出来的。藏信的位置，书房窗外第3棵槐树下，地下3尺。老槐树，地下3尺，和我沈家一模一样。不是巧合，绝不是，是同一个阴谋，同一种手法。先用孟家试水，完善流程，再用到沈家。周牧之，不可能不止周牧，他们有一个专门用来构造陷害忠良的成熟的模板。沈渊，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们2家的血仇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知道了，我孟家才是第一个。周牧之是在要用我孟家的人命来练他构陷忠良的手，所以他对付孟家时留下的破绽，一定比对付沈家时多。那些破绽，就是我们现在能抓住的，砍向他们的刀。对，我孟家虽没了，但一些旧人，一些他们来不及清理干净的线索，一定还在。这些年我暗中查访，就是在找这些。这份东西是我爹被带走那晚我从他书房火盆里抢出来的，是他和这个管家里，不是和李贵背后之人的一次秘密会面记录。我藏了3年，前世到死都没敢给任何人看，今世交给你了。王公公，宫里姓王的太监不少，但能让管家背后之人专门打点，又能插手构陷侯爵、将军府这种大事的，只有一个人，内廷总管陛下前底时的伴读，执掌宫禁30年的大太监王德忠。王德忠，这个一直隐藏在宵夜阴影里，看似只管内宫事务，实则权势滔天、耳目通天的老太监，能确定吗？有证据吗？这封信不够，但我的人顺着王公公和西域这条线往下摸，发现了点别的东西。王德忠常年利用职务之便，截留各地进贡给陛下的贡品，尤其是西域来的贵重药材和香料，然后通过黑市倒卖，中饱私囊。西域药材具体有什么？依兰，原来如此。王德忠截留贡品，其中就有依兰。周牧之是台前操刀的屠夫，王德忠就是幕后提供凶器和场地的帮凶，一个执笔罗织罪名，一个握刀销毁证据提供帮力，最后萧衍坐享其成，稳坐高堂。你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前世害死我们2家的不是萧衍一个人，是3个人，周牧之、王德忠、萧衍，一个罗织罪名，一个清理痕迹提供毒药，一个最终拍板，3人一体，分工明确。毒药？什么毒药？王德忠手里一定有他截留贡品，尤其是依兰的账本，那是他的命门，也是我们撬开整个阴谋的钥匙。王德忠，你躲在深宫，以为没人知道你做的脏事，找到你的账本，你就是我们撕开这道血幕的第1道口子。老奴何德何能，劳烦娘娘亲至。老奴这副样子，污了娘娘的眼。公公不必多礼，您是为忠良蒙冤才落得如此境地，
还想理的是我。公公，您信中所说关于王德忠截留贡品的账本，可还留着？留着，一直留着。老奴就是靠有朝一日要把这害人的罪证公之于众这股心气，才苟活到今天。5年前，老奴还在内务府库房当差，无意间发现王德忠私自篡改贡品入库单，将大批西域来的珍贵药材、香料偷偷截留，用劣等货充数。老奴本想悄悄记下，日后揭发，却被他察觉。他派人打断老奴的腿，把老奴扔出宫，还想放火烧死老奴灭口。天可怜见，那晚下雨，老奴爬着逃了出来。这账本是老奴当时凭记忆偷偷词抄的副本。公公大义，青瓷待天下忠良，谢过公公。您的仇，我们一定替您报。娘娘折煞老奴了，只要能让那奸贼伏法，老奴这条残命死了也值。永昌8年9月，西域进贡，极品依兰衣，账目10斤，实入4斤，截留6斤。去向代号墨玉，6斤依兰衣足够配置几10份相思饮了。王德章，你真是陛下的好奴才。账本上还有其他贡品，总价值不下数万两白银。这本账足够让他死10次，甚至牵连家族。但现在还不是动他的时候。为何？为何？打蛇要打7寸，更要看时机。王德忠经营内廷30年，树大根深，更是萧衍最信任的耳目。现在动他，萧衍会保他。周牧之说不定还会趁机落井下石，把自己撇干净。我们要等他最脆弱、无人可保的时候，再一击毙命。什么时候他最脆弱？当周牧这棵比他更大的树先倒下的时候。周牧之一倒，萧衍失去外朝避避，必然惊慌，对身边人疑心更重。那时我们再抛出王德坚守自盗，甚至可能与周牧勾结的罪证，萧衍盛怒之下绝不会再保他，甚至会亲手处置他，以彰显圣明。先除周，再灭王，让他们狗咬狗，我们坐收渔利。王德忠，你以为断了人家的腿，烧了人家的屋，就能高枕无忧了？你错了。那条你没打断的命，那本你没烧掉的账，就是将来悬在你头顶的铡刀。10天，他们只给我爹留了10天。周牧之这个老贼，他加速定罪，10日之后就要将我爹问斩。怎么会这么快？按律，这等大案复核至少需1月。律，周牧之的话就是律，前世就是这样。他们突然加速，连夜定罪，我连去打点狱卒见我爹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等我收到消息，我爹他，我等不了了，我现在就去丞相府杀了周牧之那个老屁股！赵青瓷，把刀放下！放下！我爹只有10天了，你让我怎么放下？我等了3年，谋划了3年，不是要再受一次我爹的断头师？赵青瓷，你看清楚我是谁？我是沈渊，是和你一样等着为全家报仇的沈渊。前世你是一个人，救不了，无能为力，这不怪你。但今世，你有我，有知秋，我们都在这里。10天是短，但足够做很多事。周牧之加速是因为他怕了，他怕夜长梦多，怕我们找到翻案的证据，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把刀收起来，你的刀不是用来砍向自己或者去送死的，是用来砍向敌人的。赵家还有10天，这10天，我们联手，未必不能把这份该死的罪证给他掀过来。青瓷，信我，信沈渊，我已经让我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去查赵家那本贪墨军费的账册了，只要是假的，就一定有破绽。周牧之做的再像，也不可能天衣无缝。哭完了吗？哭完了就擦干眼泪。10天，我们1分1秒都不能浪费。
周牧之想快刀斩乱麻，我偏要让他这刀砍在自己脖子上。务必亲手交给你家老爷，事关重大，牵扯赵国公满门性命及朝纲公正。姬太医放心，小人明白。陛下，老臣有本启奏，弹劾刑部大理寺经办赵国公赵刚一案，证据存有重大瑕疵，构陷忠良，请陛下下旨重审此案。老爱卿，赵刚案三司会斩，证据确凿，何来瑕疵？陛下请看，此乃赵家案中作为关键物证的贪墨军费账册用纸，而这一份是北境鞑靼部落特有的狼皮纸样本。老臣已请京之3位资深造纸匠人及2位古籍修复大钟共同鉴定，鉴定结果，二者纸张纤维纹理、染色工艺，甚至其中掺杂的微量草籽种类完全吻合。此账册乃是用北境外族纸张伪造而成。我大梁军费账册岂会用外族之纸？此乃铁证，证明账册系伪造。赵国公所谓贪墨，纯属子虚乌有，乃奸人构陷。丞相，此事你如何解释？陛下明鉴，账册用纸来源，办案官吏或有失察，但账册内容、笔记核对、银钱流向、人证口供环环相扣，岂能因纸张一项瑕疵便推翻全案？老御史所言，未免以偏概全。周相，基础物证既是伪造，如同乌鸡已朽，其上所见一切口供笔记，安知不是通共模仿而来？此案必须重审。老臣愿以这乡上人头担保，赵刚将军是冤枉的。好了，赵刚一案疑点尚存，命刑部大理寺御史台选派专人，半月之内重核账腔物证及全部卷宗，复核期间再缓用刑。退朝。老御史蛰伏多年，突然发难，直击纸张要害，没人给他递东西，他绝无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皇后沈鸾，本相倒是小瞧你了，你这一步走得妙啊。王德忠，今日朝堂上赵家案翻出纸张疑点，你怎么看？回陛下，事出反常必有妖。赵家案已定3年，老御史早不弹劾，晚不弹劾，偏偏在惠妃出宫与皇后走得颇近之后弹劾，未免太过巧合。你的意思是皇后在背后推动？老奴不敢妄测，只是皇后毕竟是沈家女，且近日皇后与惠妃、德妃往来甚是密切。去查，从沈入宫第一天查起，她见过什么人，传过什么信，宫里宫外，尤其是和沈家赵青瓷梦之间，给朕查个清清楚楚。记住，暗中查，别让任何人察觉，尤其是皇后。陛下英明，老奴遵旨。王德忠动了，他以内务府核对旧案为名，调取了你入宫以来所有的起居记、用户记录，还有工人出记账，重点是大婚前后及近期往来时段。娘娘，他会不会查到我们和宫外？让他查，他想查我和沈家、赵家的联系，无非是想坐实我勾结罪臣，图谋不轨。但他想不到我手里最大的秘密。你是说，他查破天也查不到相思野，因为这东西来自他的贡品节流。他查得越深，将来暴露节流贡品就是作茧自缚。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就让他这么查？当然不，让他查是麻痹他和萧。我们要趁他注意力被吸引，做该做的事。知秋，王德忠的账本副本，我们要开始准备怎么用了。还有周牧，赵家案只是暂缓，我们必须找到更致命的证据，把他彻底按死。大婚夜，亥时初，陛下晕晕。纪伯安当晚请脉，说是劳累，真是劳累吗？
这是从何而来？依兰，这正是老夫在陛下药渣中检测到的那异样成分的可能来源之一。你怎么会有这个？来源你不必管，你只需要知道，这份记录是真的。王德忠执掌内库30年，坚守自盗，将本该入库的贡品，尤其是配制特殊药物所需的关键药材，偷偷截留，中饱私囊。好一个王公公，好一个内廷总管！老夫查来查去，查皇后，查药渣渣，查得心力交瘁，夜不能寐，结果竟然就在陛下身边，就在负责陛下起居用药的内廷总管手里，可笑之极！老夫是太医，一辈子的信念是救命理、寻药源、护龙体。王德忠此举是渎职，是欺君，更是玷污医道，将贡品药材流入黑市，不知会害了多少人，又会让多少本该救命药无处可寻。此贼不除，太医院尊严何在？陛下安危何保？皇后娘娘，此前种种是老臣愚昧，错疑了娘娘。从今日起，老臣不会再查娘娘，老臣要查的是王德忠，请娘娘将此账本详细来历告知，老臣要上奏弹劾此僚。现在还不是时候，季太医，你的奏折现在上去动不了王德忠根基，只会打草惊蛇。我们说的，我们需要等，等一个能将他连根拔起的时机，那要等到何时？等到该倒下的树先倒下的时候，届时还需要季太医你用你最权威的太医身份来作证这依兰的用途和危害。你的话比任何账本都有利，老臣明白了。老臣等娘娘的消息，但在此之前，老臣也不会闲着。王德在内廷经营多年，党羽不少，老夫会利用太医身份慢慢梳理，看看还有哪些人和他有牵连。淮安，爹以前的路走错了，走得偏了。现在爹找到了一条更对的路，这条路不是盯着一个复仇的女人，而是去挖出那些真正腐蚀大梁根基的蛀虫。爹，走给你看。镇北治家不严，纵容家仆，其府中竟搜出北境外族信物，此物经鉴定，确为鞑靼贵族所有。沈震虽死，其子沈昭仍在朝为将，其女贵为皇后。沈家如此行径，不得不令人怀疑其是否里通外国，疑惑子孙。请陛下下旨彻查沈府，羁押沈昭，以正国法。信物何在？如何搜得？信物在此，乃是京兆尹接到匿名举告，突击搜查沈府放西，于老槐树下3尺决出。至于沈昭，其姐贵为皇后，臣不敢妄言，但为避嫌，应暂时免其军职，接受调查。相爷，我们的人一直盯着沈府，也暗中监视了沈昭与宫里的几条通信渠道。昨日我们成功截获一封从沈昭处发宫中的密信，信上说什么？铁牌已按计划转移至安全处，丞相府的人在西院掘地3尺，也只挖到空盒，他们一无所获，勿忧。铁牌已转移，他什么时候转移的？我们的人日夜监视沈府，沈昭近日并无大规模异常举动，这铁牌难道早就被转移了？属下不知，但沈府西院槐树下，我们的人确实只挖到一个空木盒，并无铁牌。本相原以为沈鸾不过是个仗着众身先知、有些小聪明的复仇女子，如今看来，本相低估她。她不仅早有防备，而且行动极其隐秘，连我们都瞒过了。她让沈昭故意让我们截获这封信，是在告诉我，她知道我们在查，而且她不怕我们查。相爷，那下一步有意思，这场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铁牌不在，我们弹劾沈家的实证就少了最关键一环，威力大减。不过，这也让本相更确定了一件事。何事？
沈渊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我们还没完全摸清的网络在支持。贵妃、德妃，或许还有别人。给本相继续盯死沈渊，还有查查近期宫里宫外有哪些势力在暗中活动，尤其是和当年的孟家、赵家、沈家有救的势力。沈渊，本相承认你是本相这10年来遇到的最有意思的对手，让你先跑几步无妨，结局早已注定。快，给咱家打开！沈昭这个小兔崽子，终于露出马脚了。铁牌已藏于城外白云观第3禁院观音像下，万物生传。立刻传咱家的口令，调30名禁军，随咱家连夜前往白云观搜查，任何人不得走漏消息。是，奴才这就去办。沈渊啊沈渊，你以为把铁牌藏到城外就安全了？咱家查了你3个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陛下，幸不辱命，在城外道观观音像下寻获了沈家私藏的异域旧牌，此乃沈家联合外人的凭证，请大人定夺。皇后，你有什么话要说？臣妾无话可说，只是臣妾有一事不明，想请教王总管。皇后娘娘有话尽管问，老奴知无不言。王总管，你说这铁牌是北境外族的信物，那请问这铁牌上的字是谁刻的？刻了多少年了？这自然是北境外族刻的。至于多少年，老奴不是工匠，怎会知道？陛下，既然王总管不知道，不如请季太医来鉴定一下。季太医精通金石之术，定能辨出这铁牌的年代。准奏，宣季伯安。宣季伯安进殿。回陛下，臣鉴定完毕。这块铁牌是新铸的，上面的刻痕不过7日，边缘的毛刺都还未磨晴。这绝非30年前北境外族的旧物，而是有人故意仿造，栽赃陷害沈家。你胡说！这不可能！这铁牌明明是我亲手从白云观挖出来。季伯安，你受了皇后的好处，故意包庇她。王总管，你查了3个月，查到的就是一块新鲜出炉的假铁牌，谁让你去查的？他给你的线索，是不是本来就是为了让你自投罗网？王德忠，你以为是我在躲你？不，是你一直在踩我布下的陷阱。白云观的假铁牌，是我给你挖的坑。你的倒计时开始了。太后娘娘，这是王德忠坚守自盗30余年的账本副本，他截留各地进贡的贡品，尤其是西域的珍贵药材和香料，通过黑市倒卖，中饱私囊，总价值不下10万两白银。大胆！王德忠这个狗奴才，哀家待他不薄，他竟敢如此欺君罔上，中饱私囊。母后息怒，王德忠不仅坚守自盗，还与前朝官员勾结，构陷忠良。孟家、赵家、沈家的案子背后都有他的影子。皇后，你早就知道了。臣妾也是近日才查到线索，只是王德忠经营内廷30年，党羽众多，臣妾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有季太医的账本为证，正是处置他的最好时机。传哀家懿旨，立刻将王德忠打入内务府大牢，抄诺全部家产，命刑部、大理寺、御史台3司会审，彻查他所有的罪行。臣遵旨。沈渊，是你害了我！我害了你，王总管，你流流贡品，构陷忠良，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你今天的下场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我不服！我为陛下卖命3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凭什么定我的罪？凭你构陷孟家、赵家、沈家的铁证，这些足够你死10次了。皇后娘娘，我知道错了，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供出所有和我勾结的人。大婚夜窗外那个黑影是你的人？是，老奴让他盯着你，没想到看到了下毒。为什么不告发？告发了，这张牌就废了。老奴想留着要挟你，没想到你下手比老奴快。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好不好？晚了。不过你不用急着死，我会留着你这条命，让你亲眼看着那些你曾经帮过的人，一个个都落得和你一样的下场。沈渊，你不得好死！周相不会放过你的，他一定会为我报仇的。季太医，当年构陷你儿子的证据锁在王德忠的档案库里，明天你去调出来。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淮安，我的淮安。季太医，季公子他在哪里？在南疆边境的黑矿山，王德忠3年前把他转移到了那里，以囚犯的身份做苦力。这3年，他受了多少苦啊！季太医，你放心，我立刻让赵青瓷的旧部前往南疆，秘密营救季公子。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一定能把季公子平安带回来。皇后娘娘大恩，老臣无以为报。从今往后，老臣这条命就是娘娘的，娘娘让老臣做什么，老臣就做什么。季太医，快请起！你不用报答我，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扳倒周牧之，为所有被他害死的人报仇。爹，淮安，我的儿，爹对不起你，爹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爹，我没事，我还活着，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皇后娘娘，大恩不言谢。从今天起，老臣会把周牧之构陷武家功臣的全部证据一份一份整理出来。他欠我们的，欠所有忠良的，我们都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好，我相信你。周牧之，你把老臣的儿子送到矿山做苦力，老臣就用这些证据送你下地狱。皇后娘娘，你看这封信，这是乳母写给我的，她的字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仅字迹不一样，语气也不对。乳母以前写信总会问你的身体怎么样，宫里过得好不好。这封信里全是些无关紧要的家常话，没有一句关心你的话。我派去送东西的人也说，院子里多了几个陌生的邻居，整天在门口晃悠，乳母也不肯见他，只让丫鬟把东西拿进去。乳母被周牧之的隐卫控制了，那些邻居都是周牧之的人。这封信是周牧之命人伪造的，他想用乳母来要挟你。乳母从小把我带大，比我亲娘还亲，我不能不管她。我知道你难过，但现在我们不能救人。为什么？我们明明可以救他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救人，就等于告诉周牧之，我们已经知道乳母被控制了，他会立刻杀了乳母，然后对我们下手。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乳母落在他手里吗？不，我们不仅不救人，还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利用这个渠道向周牧之传递假情报，让他以为我们已经暴露了，让他按照我们设计的路线走。好，我听你的。乳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周牧之控制了他，等于捏住了我的命脉。我如果不能翻盘，他就真的死定了。你能翻盘？他的影卫可以控制乳母，但控制不了你通过影卫传给周牧之的假情报，让他信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周牧之，你想要情报，我给你，但你看完这封信之后，你会往我让你走的方向走。臣妾参见皇后娘娘。静妃妹妹不必多礼，本宫今天来是想和你说说话。娘娘有什么话尽管吩咐，臣妾一定照办。妹妹入宫3年，整日闭门不出，从不与人往来。别人都说你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但本宫知道你不是。娘娘在说什么？臣妾听不懂。镇东侯白家满门73口，3年前被以谋逆罪名抄斩。白老侯爷在刑场上临死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白家世代忠良，绝无谋逆之心。你是白家唯一的女儿，入宫为妃，苟活至今。你抱着那份血书等了3年，你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一个人在深夜里偷偷的哭。你怕被人发现，怕连这最后一点念想都保不住。娘娘，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因为我和你一样，沈家满门72口也被人害死了。我和你一样，也在等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这是爹咬破手指写的。他托人传进宫的时候，白家已经被围了。他为了写这个字，咬破了3根手指。你一个人藏了这么久，辛苦了。接下来不用再一个人了，你不用出面，不用冒险，你只需把血书保管好。等到了那天，我需要的时候，告诉我就行。娘娘，谢谢你，谢谢你。他说，血书上那个冤字是用指尖写的，指甲嵌进丝绸，一笔一画。白家灭门前，白老侯爷咬破了3根手指，才写完这一个字。皇后娘娘，陛下的肝肾损伤已经到了临界点，以目前的相思饮剂量，最多3个月，陛下的肝脏就会彻底坏死。如果减少剂量呢？减少剂量可以延缓肝脏损伤，但会让陛下进入更长的清醒期。他会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对药物的依赖，也会越来越怀疑你。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那就减少剂量，我不能让他现在就死。周牧之还没有倒台，沈家的冤屈还没有昭雪，我需要他活着，需要他坐在龙椅上亲自下旨，为所有被害死的人平反。臣明白了，臣会调整药方，尽量将副作用降到最低。但娘娘一定要小心，陛下生性多疑，一旦他发现真相，后果果不堪设想。陛下，该喝药了。皇后，朕问你一个问题。陛下请问，臣妾知无不言。如果有一天朕不喝这个药了，会怎么样？太医说，陛下龙体欠安，需要长期调理。这药是季太医精心配制的，
对陛下的身体有好处。若陛下不想喝，臣妾不勉强。他在骗我，这药根本不是什么调理身体的药，我喝了它就会越来越离不开它。可是，如果我不喝，那种头疼欲裂的感觉，我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了。萧炎，你前世给我的那杯毒酒是1杯，我今世给你的是3年，每一碗都是你前世欠的。都安排好了吗？回相爷，都安排好了。那名老太监已经在惠妃寝宫的梳妆台抽屉里放好了伪造的情信，明天一早，他就会向太后告发。好，赵青言这个丫头仗着手里有几个旧部，处处和本相作对。这次我要让她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相爷，万一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发现？他们怎么可能发现？那名老太监在惠妃宫里待了5年，是太后亲自派去的，赵青瓷绝对不会怀疑他。这次他插翅难飞。这种手段前世我见得多了，周牧之也就这点本事了。幸好孟之秋的情报网提前得到了消息，不然这次还真让他得逞了。他想陷害我与外臣私通，那我就给他演一出戏，让他看看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什么滋味。做得好，明天太后派人搜查的时候，看到这封请安信，自然会明白是有人故意陷害。那名老太监也该为他做的事付出代价。代价？他的命就是他该付出的代价。周牧之想拿我当靶子，那我就先砍了他伸出来的这只手。太后娘娘，奴才亲眼所见，惠妃娘娘与外臣私通，那封情信就在她寝宫的梳妆台抽屉里，请太后明察。去惠妃寝宫搜查。回太后娘娘，奴婢在惠妃娘娘的梳妆台抽屉里，只找到了这封给她母亲的请安信，没有找到什么情信。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明明放进去了，一定是他换了，一定是他换了！大胆奴才，竟敢诬告本宫！你说你亲眼看到本宫与外臣私通，那你说说，那个外臣是谁？什么时候来的？大胆狗奴，竟敢欺瞒哀家，诬告妃嫔！来人，将他拖入慎刑司，严刑拷打，问出幕后主使。他提前换了信，他怎么知道的？赵青瓷不可能有这么精准的情报，有人在给他递消息。德妃，还是皇后，还是两个人都有份儿？这是孟家、沈家、赵家被搜出的铁牌拓片，3块铁牌的材质、工艺、刻痕完全一致，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证明构陷3家的是同一个人。这是王德忠与管家李贵的密会记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安插细作，如何在功臣府中埋下物证，如何伪造证据。这是赵家被伪造的贪墨军费账册原件，上面的笔记是周牧之的幕僚模仿的。
我已经找到了当年的账房先生，他愿意出面作证。这是许由、柳如烟以及其他知情者的验尸报告，他们的死因表面上看是意外或疾病，但实际上都是被人用特殊毒药毒死的。这种毒药只有王德忠能弄到。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串联起来了。周牧之通过王德忠获取外族遗物，安插细作在功臣府中埋下物证，伪造证据弹劾功臣，然后灭口知情者，清理卷宗，抹除痕迹。这就是他构陷5家功臣的完整流程。这些证据足够他死10次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赵家满门的冤屈终于可以昭雪了。皇后娘娘，老臣已经将所有证据整理成册，请娘娘过目。很好，季太医，麻烦你在册子上签名，加盖太医院正印。有了你的签名和印章，这份证据册就有了法律效力。娘娘，这份册子老臣签了名，盖了印。如果需要老臣在朝堂上当面对质，就算是粉身碎骨，老臣也绝不会退缩。周牧之，你的末日到了。皇后，你最近很忙啊。柳如烟被打入冷宫，王德忠被抄家下狱，连周牧之派去陷害惠妃的人也被你揪了出来。回母后，臣妾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柳如烟诬告臣妾，王德忠监守自盗，那名老太监诬告惠妃，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哀家怎么听说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一手策划的？母后明鉴，臣妾只是一个后宫女子，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你不用在哀家面前装糊涂，哀家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经历过，你心里在想什么，哀家一清二楚。母后既然什么都知道，那臣妾也就不瞒母后了。周牧之把持朝政，构陷忠良，排除顾忌，朝堂之上都是他的党羽，长此以往，大梁的江山就要改姓周了。臣妾知道，母后担心臣妾会借此机会干预朝政，但臣妾可以向母后保证，臣妾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梁的江山社稷，为了陛下。等到周牧之倒台，所有的冤屈都昭雪之后，臣妾会立刻交出所有权力，安心待在后宫，做一个合格的皇后。皇后，哀家当年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后宫和前朝一样，有时候赢家不是出手最快的人。母后教训的事，臣妾会记住。好了，你退下吧，哀家累了。臣妾告退。去查查周牧之最近的动向，哀家总觉得皇后在等他犯错，而他手里的东西可能比哀家想象的要多。皇后娘娘来了，请坐。顾妹妹的琴声真是好听，哀家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不过是闲来无事，随便谈谈罢了。娘娘今日来找臣妾，想必是有什么事吧？顾妹妹，本宫就不绕弯子了。顾家虽然以自削权力换取了苟活，但周牧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国功臣的后代。你的忠立在周牧之眼里只是还没有找到把柄。娘娘说的对，周牧迟早会对顾家下手，臣不能拿他们的命去赌，臣妾只能选择中立，尽量不引起他的注意。你以为中立就能保住顾家吗？孟家、赵家、沈家、白家，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哪一个不是开国功臣？可他们的下场你都看到了。周牧之的野心是整个大梁的江山，等到他大权在握的那一天，顾家也难逃一死。娘娘，
臣妾不能帮你对付周牧之，但如果娘娘需要一条退路，冷宫后面的密道可以出宫，关键时刻他可以救你一命。你怎么知道那条密道？那是先帝时期修建的，知道的人寥寥无几。因为3年前有人就是通过那条密道把白老侯爷的血书送进宫给白玉荣的，那个人是我。3年前白家被围，白老侯爷咬破手指写血书，托顾家的密道传进宫，臣妾接的血书，臣妾送的白玉荣。臣妾不是中立，臣妾只是在等一个值得赌的人。顾妹妹，你没有白等，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赢。顾昭华给了我一份地形图，丞相府的内部布防。他说，总有一天用得上。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就是这个。就是丞相府影卫的铁指环，没错，就是这个。那天夜里，我在宫墙根下修剪花枝，亲眼看到一辆黑色马车停在那里，车上下来3个黑衣人，腰间都挂着刻着“影”字的腰牌，手上就戴着这种铁指环。幽儿，你听到了吗？师父终于找到证据了，杀你的不是皇后，是周牧之，是那个道貌岸然的当朝首辅。立刻把所有验尸记录、伤口拓样、老花匠的证词全部整理成册。我要写一份弹劾奏章，呈给太后和刑部。是，季太医。周牧之，你以为杀人灭口就能掩盖一切吗？你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我季伯安就要用这铁证撕开你伪善的面具。太后娘娘，臣有本起奏，弹劾当朝丞相周牧之指使影卫于永昌9年10月初3夜，在太医院楼梯间杀害太医院副使许攸，证据确凿，恳请太后明察。季伯安，你可知弹劾当朝首辅是什么罪名？若是诬告，你这颗脑袋可就保不住了。臣以项上人头担保，臣奏折上所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臣愿受重刑，死而无怨。母后，季太医行医30余年，为人正直，从不妄言。他既然赶上这份奏折，必然是掌握了铁证。3朝老太医弹劾当朝首辅，哀家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柳如烟死时，官方说法是疯癫自残，撞墙而死。但当年我就觉得不对劲，撞墙的伤口不可能是这种垂直的圆形凹陷。一模一样，弧度、尺寸、深度完全一模一样，都是铁指环造成的垂直重击。同一个凶手，同一种手法，同一件凶器。周牧之杀这2个人的时候，连杀人的工具都没换过。他不是在杀人，他是把杀人当成了流水线。许攸是我的徒弟，柳如烟是后宫的妃子，在他眼里，我们这些人的命连蝼蚁都不如。皇后娘娘，这2份验尸报告就是定死周牧之的2颗钉子，有了他们，他就算是长了100张嘴，也辩白不清。没错，周牧之以为冷宫里的柳如烟不会有人验尸，以为死无对证，他错了。他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会成为日后送他下地狱的证据。许攸和柳如烟都是因为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才被杀人灭口。
周牧之这些年不知道用这种手段害死了多少忠良。这就是他的傲慢，他觉得自己权倾朝野，没有人敢查他，没有人能扳倒他，所以他杀了人，连凶器都懒得换，连痕迹都懒得遮掩。傲慢是毁灭的开始，他越是傲慢，留下的破绽就越多。许攸、柳如烟2条人命，同一只铁指环。周牧之，你杀了人连工具都不换，这不是傲慢，这是你已经忘了杀人还需要遮掩。相爷，第一封说皇后近日频繁召见季太医，我们查证属实，皇后确实每日与季伯言密谈。第二封说皇后有意在下次朝会发难，我们安插在朝中的眼线也反馈，老御史近日异常活跃。第三封，太医院枯井，目前无法验证。前2封都是真的，那第3封宁可信其有，派人去查，但要隐秘。如果这是陷阱，去的人不能暴露我们。是。孟知秋，你的家书里混了真真假假，可你不知道，老夫验证信息的手段比你想象的要多。前2封是真的，第3封8成也是真的。表面是给乳母的家书，写些家长里短，让隐卫放松警惕。暗语藏在每句话的第3个字里，告诉他们皇后计划3日后朝会弹劾丞相。还要在信的最后加上一句，证据藏在太医院枯井第3块石板下。周牧之生性多疑，看到这么具体的位置，一定会信以为真。我已经加了，而且我还在信里留了一个破绽，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暗语的语序有些混乱，但周牧之急于拿到证据，绝对不会注意到这个破绽。按照老规矩，送到京郊小院。记住，一定要让那些邻居看到你把信交给乳母。是，娘娘。周牧之收到信后，一定会连夜派人去太医院枯井搜查。我们放在那里的那份假探墨清单，会让他更加确信，我们真的要在3日后弹劾他。他会连夜销毁那份证据，然后布施反制计划。但他不知道，那份证据根本不重要。我们真正要抓的是他在枯井附近安插的眼线。周牧之收到信后，一定会连夜派人去太医院枯井搜查。我们放在那里的那份假探墨清单，会让他更加确信，我们真的要在3日后弹劾他。他会连夜销毁那份证据，然后布施反制计划。但他不知道，那份证据根本不重要。我们真正要抓的是他在枯井附近安插的眼线。相爷，这是从孟知秋乳母那里截获的密信，信中说沈鸾计划3日后朝会弹劾您，证据藏在太医院枯井第3块石板下。沈渊啊沈渊，你还是太嫩了，以为把证据藏在枯井里，老夫就找不到了吗？相爷，会不会有诈？孟知秋一向谨慎，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让我们截获这么重要的信？他能有什么诈？沈家已经垮了，王德忠也下狱了，他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他急着扳倒老夫，才会露出这么大的破绽。立刻调20名影卫，随你前往太医院枯井，把那份证据给老夫取回来。记住，要快，要隐秘，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是，相爷。他要弹劾老夫，好，那老夫就先发制人，3日后朝会，看他怎么收场。终于找到了，相爷一定会重重有赏的。找到什么了？这么高兴？季太医，我只是路过，我什么都没拿。路过会半夜3更爬进枯井？路过会拿着这份证据？是谁派你来的？你在太医院潜伏了多久？都向谁汇报过消息？
老臣教你医术3年，把你当亲传弟子，把毕生所学都倾囊相授。你给周牧之当眼线的时候，想过老臣的命吗？想过太医院几百号人的命吗？季太医饶命！季太医饶命啊！是周相逼我的，他拿我爹娘的性命威胁我。我要是不帮他，他就杀了我爹娘。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把你知道的都交代出来。周牧之让你监视谁，你都向他汇报过什么？还有没有其他同党？我说，我全说。我是3年前被周向安插进来的，负责监视您的一举一动。许攸死后，我就是他在太医院剩下的最后一个棋子。娘娘，成了，药童全部招供了。他承认自己是周牧之安插在太医院的眼线，还供出了周牧之在太医院的所有情报获取方式。很好，周牧之在太医院的眼睛终于拔干净了。可是娘娘，周牧之发现药童被抓后，会不会狗急跳墙？3日后的朝会，他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动作？他一定会有动作，而且他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疯狂。他以为我们要在3日后行动，所以他一定会先发制人，用最狠的手段把我们彻底打垮。周朴之在太医院的眼睛拔干净，下一步他会不会在朝堂上对我们先发制人？3日后朝会，他一定会出招。陛下，臣有本启奏，弹劾镇北将军旧部拥兵自重，图谋不轨。近日频繁往来，密谋串联，恐有兵变之虞，请陛下下旨收缴其兵权，彻查此事。丞相，此事你怎么看？陛下，臣以为御史大夫所言非虚，沈家旧部向来桀骜不驯，如今沈渊贵为皇后，他们更是有恃无恐，若不及时处置，恐酿成大祸。御史大夫弹劾沈家旧部拥兵自重，图谋不轨。敢问证据呢？证据就是他们近期频繁往来，这就是密谋串联的铁证。频繁往来就是密谋串联？那朝中大臣每日上朝，岂不是天天都在密谋造反？请问御史大夫，这份信函是几月几日写？写收信的人是谁？内容涉及什么军事秘密？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那你弹劾的依据是什么？皇后娘娘此言差矣，防患于未然，乃是为君之道。等到他们真的起兵造反，再想处置就晚了。防患于未然，不是凭空诬告。丞相不知道军务，只懂得政治，这不怪丞相；但不懂军务就随意弹劾忠良，这是误国。陛下，老臣也有本启奏，弹劾丞相周牧之利用职权贪没军费，中饱私囊，这里有详细的账目为证。你们这是在逼我！大人，退下！他居然让老御史来弹劾我，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一定有后手。下一次朝会，他到底要做什么？太后娘娘，各位大人，陛下近日面色蜡黄，食欲不振，午后低热，夜间盗汗。臣为陛下请脉后发现，陛下肝肾亏虚，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怎么会这么严重？之前不是说只是操劳过度吗？之前是臣疏忽了，陛下长期熬夜处理朝政，又忧思过度，导致肝肾损伤日益加重。若再不及时调理，恐怕会影响龙体安康。这可如何是好？都是臣妾的错，臣妾没有照顾好陛下，让陛下如此操劳。季太医，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治好陛下的病，需要什么药材、什么人手，哀家都给你。太后放心，臣定当竭尽全力调理陛下的龙体。臣已经重新拟定了药方，只要陛下按时服药，安心静养，病情一定会有所好转。季伯安，
你跟朕说实话，朕的肝肾是不是中毒了？陛下明鉴，陛下的肝肾确实有轻微的药损痕迹，但并非中毒，应该是长期服用各种补药，导致药物在体内堆积所致。真的不是中毒？臣以项上人头担保，陛下确实不是中毒。只要停止服用那些不必要的补药，按时服用臣开的调理药方，药损痕迹会慢慢消失的。你退下吧。臣告退，陛下安心静养。你们都在瞒着朕什么？药损，朕知道是谁的药，但朕不敢停，停了朕更痛。这毒是朕自己一口一口喝下去的，而端药的人是朕的皇后。这些都是从孟之秋乳母那里截获的密信，信中明确提到孟之秋与沈鸾勾结，密谋对付老夫，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相爷英明，有了这些信，我们就能扳倒孟之秋，到时候一倒，再趁机发难，一举将他们彻底打垮。扳倒孟之秋只是第一步，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和我周牧时作对的下场。我要让沈渊亲眼看着他的盟友一个个倒在他面前，立刻整理这些信件，写成弹劾奏折。明日一早，我要亲自呈给陛下。我要弹劾德妃孟氏勾结皇后，图谋不轨，祸乱宫闱。是，相爷，属下这就去办。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德妃孟氏德行有亏，勾结外人，图谋不轨。即日起，禁足德妃寝宫，闭门门思过，接受调查，钦此。臣妾遵旨。德妃娘娘，从今日起，没有陛下和太后的旨意，您不得渡出寝宫半步，也不得与任何人见面。本宫知道了。你没事吧？我没事。这都是我们计划好的，不是吗？没错，他用的密信是我们故意写的。他要弹劾你，我们就让他弹劾。弹劾的结果会让他暴露他截获了我所有的信，而他截获的信是假的。把我那件绣了一半的花样收场，等我解了禁足，接着绣。是。知秋，你算好了每一步。他要弹劾你，你就让他弹劾。下一次朝会，我会让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承认这些信是他伪造的。孟之秋，事到如今，你还不认罪吗？这些信都是你写的，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大人说我认罪，敢问我犯了什么罪？你勾结皇后，图谋不轨，意图谋害当朝丞相，这还不是罪吗？大人说我勾结皇后，意图谋害丞相，请问证据呢？这些信就是证据，信上写的清清楚楚，皇后计划对丞相动手，你还敢狡辩？信是我写的，我承认。但信中说的是皇后计划对丞相动手，这只是我的猜测，不是事实。我在后宫待了3年，和皇后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30章。大人若不信，可以查内务府的起居记。大人问我为什么写这句话，因为后宫都在传丞相弹劾沈家数次，皇后与丞相关系不睦。我只是在家书中跟乳母闲聊，并无他意。大人若认为闲聊有罪，臣妾无话可说。你胡说，这明明就是你们密谋的证据。大人说这是密谋的证据，那请问信中有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有没有提到具体的地点？有没有提到具体的行动方案？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猜测。大人拿着一句猜测就定我的罪，这就是大梁的律法吗？周牧之，你弹劾我的时候就掉进了我布下的坑。你截获我的信，却不知道信是假的。你审讯我，却拿不出罪证。下一步，沈渊会让你知道诬告嫔妃的代价是什么。
陛下，臣妾有本启奏，弹劾当朝丞相周牧之伪造书信，诬告德妃孟氏，意图构陷忠良，祸乱宫闱。皇后娘娘血口喷人，那些信明明是孟之秋亲手写的，怎么会是伪造的？哼，拿上来。这是德妃入宫3年来所有写给乳母的家书，都是由内务府统一配发的德妃宫专用印花印纸，上面有独特的梅花纹理，有据可查。这是丞相用来弹劾德妃的密信，请各位大人仔细看看，这些信的纸张和德妃平时用的禁纸有什么不同？真的不一样。是啊，德妃的信都有梅花印，这些信没有，这明显是伪造的呀！这是伪造的，这明显是伪造的呀！这是第一点证据。第二点，丞相拿去鉴定的原笔记样本，是德妃宫中一个被他收买的太监偷出来的。那个太监已经被臣妾抓获，现在就在殿外，随时可以上殿对质。第三点，这些信的内容全部是德妃故意写的假情报。丞相因为相信这些假信，派人去太医院枯井搜查证据，结果暴露了他在太医院安插的眼线药童。这恰好证明这些信根本不是什么密谋的证据，而是德妃设下的陷阱。孟之秋，他故意写假信让老夫截获，老夫以为截获了他的情报，其实是他把老夫当成了传递假情报的通道。这个女人，不，这2个女人，她们联手了。拿着，下次周牧之那条老狗再敢提审你，你就用这把刀捅穿他的喉咙。不用等圣旨，不用等太后，我赵清禅给你担着。青瓷，你的刀该留着砍向战场上的敌人，不是浪费在这种肮脏地方。他截获我12封信，我就写了12封假情报。他安插在我乳母身边的3个隐卫，现在成了我传递假消息的通道。周牧之以为他掌控了一切，其实他这3个月看到的、听到的，全是我让他看的、让他听的。这30天，你一个人在宫里，面对他的审讯，面对那些伪造的信，对不住，是我让你涉险。涉什么险？这是我3年前就该做的事。3年前孟家被抄的时候，我就该站出来，就该撕开他那张伪善的脸。现在，该还债。娘娘，季太医已在寝宫等候半个时辰了。他说证据链全部整理完毕，一样没少，就等您回去定夺。走，今夜定生死。娘娘，全齐了。许攸后脑的伤口拓变，柳如烟后脑的伤痕比对，药童画押的23页口供，枯井眼线交代的7次接头记录，3位京城顶尖匠人联名盖章的外族纸张鉴定术，全在这里。这条证据链能从周牧之的影卫一路盯到他的丞相府书房。北京外族狼皮纸产于30年前的鞑靼王庭，纸账纹理中含特有的沙棘草籽。周牧之3年前用这种纸伪造赵家账册，又用同一种纸做信封栽赃沈家。他连纸都懒得换，狂妄到这种地步。3年前我爹被定罪的时候，要是有这张纸，孟家72口就不会死在菜市口。我娘、我弟弟、我那年才6岁的小妹都不会死。老御史已暗中联络了7位中间派大臣，还有3位被周牧之打压多年的老臣，他们联名写了血书，愿在朝堂上以命相搏，弹劾周牧之。我爹的旧部已控制京城12处要道，西南北4门守将中有3个是我们的人，只要朝会发难，我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出京城。周牧之那些党羽，一个也别想跑。许攸的命，柳如烟的命，孟家72口，沈家72口，赵家被软禁的3个月，白家那封血书，
全在这里了。周牧之，这3天你好好睡，吃好喝好，听好你的曲，因为3天后你会睡在天牢的稻草上，听着老鼠叫，等着砍头的刀。3天，该清账了。陛下，臣御史台陈馀弹劾当朝丞相周牧之伪造军饷账册，构陷忠良，欺君罔上。此乃证据1：外族狼皮纸鉴定书；证据2：证人翻供口供；证据3：丞相府银票存金。臣核对无误，赵家案账册确属北境狼皮纸，与大梁官纸纹理、厚度、草籽含量皆不同。陛下，纸张来源或可商榷，但账册笔记经3、4、5核对，确是赵府账房所写。陈大人，您老了，查案不能只盯着边角6啊。陛下，老臣季伯安，太医院院判，弹劾丞相周牧之指使影卫谋杀朝廷命官，后宫妃嫔。此物乃昨夜从丞相府影卫统领身上搜出，许由后脑伤口踏扁，圆形直径1寸2分；柳如烟后脑伤痕踏扁，圆形直径1寸2分，3条人命，同一凶器。陛下可照仵作当堂比对。老臣以40年医者名誉，向上人头担保，半字虚言，天打雷劈。季太医，你与皇后往来过密，众人皆知，此证恐难避嫌。谁知是不是有人故意伪造指环，栽赃老夫？周相说季太医与本宫过密，好，带人证。陛下饶命！是丞相，周相3年前安插小人监视季太医，小人有他亲笔密令。小人是丞相影卫丙字营第7组，奉命监视枯井，丞相亲令格杀勿论。陛下明鉴，影卫乃王德中奸贼，假为臣名义私设，臣毫不知情。这些人证，定是受人指使，诬告老臣。今日朝会到此，退朝。扛吧，继续扛，你越扛破绽越多。下一道菜是孟之秋绝笔奏折与活生生乳母，我看你怎么咽下去。永昌12年3月18夜，罪臣之女孟之秋泣血上奏，以死为证，弹劾丞相周牧之构陷5家开国功臣书。周牧之构陷孟家，始于永昌9年春，其派细作李贵，原名王武，混入孟府，任西院管事。历时7月。摸清府中布局，人员往来，父亲书房习惯。永昌9年冬，李贵于西院老槐树下3尺，埋入外族铁牌1枚，伪造通敌密信3封。10日后，京绕尹皆匿名举告，带兵搜查，当场人赃并获。爹，您常说孟家玉佩，宁绝无屈。臣妾乳母张氏，现被周牧之引卫囚于京郊小院，此妇乃孟家旧仆，亲眼见证李贵埋赃太监接应全过程。若太后陛下派人解救，张氏可当面指认；若张氏遭遇不赛，便是周牧之杀人灭口之铁证。臣妾孟之秋以命相托，以血为誓，所言句句属实，天地共鉴。妈妈，等我，这次我一定接你出来。
孟知秋，这是抱着必死之心行。是，德妃说，若此奏不能扳倒周牧之，他愿撞死在太庙柱上，以血惊醒世人。孟家的盘龙佩，哀家见过，先帝赏给平西侯的。皇后，孟知秋的乳母，你们有几分把握？10分。季太医的人已于昨夜子时，以急诊问诊为由进入小院，赵青瓷的旧部30人埋伏在外。此刻，乳母应该已经在进宫的马车上了。若是失败，孟知秋这封奏折就是他的绝命书。周牧之会立刻杀了乳母，然后反咬你们杀人灭口、伪造奏词。不会失败。我们算准了隐微换岗的间隙，用了迷香。等他们发现人不见了，乳母早已在太医院密室了。太后，人到了，从西侧门进来的，毫发无伤。季太医亲自验的，没中毒，没受伤。传周牧之入宫，现在立刻，哀家在太庙等他。告诉他，哀家要当面问问武家功臣的血，他喝下去的时候烫不烫嘴？先帝啊，你留下的这个朝堂脏得洗不干净了，那哀家就放把火烧干净吧。张氏抬起头，看着哀家。小姐，是小姐吗？我不是在做梦。妈妈，是我，你没做梦，我在这儿。张氏，哀家问你话，你据实说，哀家保你性命。民妇什么都说，不敢瞒太后。3年前孟家被围前，你可曾见过陌生人进出管家房？有，大概在孟家被抄前2个月，经常有个生面孔来找李管家，鬼鬼祟祟的。民妇有一次送点心，隔着门缝看见那人塞给李管家1包银子，沉甸甸的。那人长什么样？个子不高，挺瘦，脸白的吓人，像没晒过太阳，说话声音尖尖的，听着难受。还有呢？还有，孟家被围的前几天，民妇晚上起夜，看见李管家和那个人在府后墙角碰头。那天月亮挺亮，民妇看清了，那个人腰上挂着个牌子，亮晃晃的，这么宽，这么长，上面有字。什么字？民妇不识字啊，就记得上面1横，中间1竖，下面像个土疙瘩。是王字，孟德忠的腰牌。对，后来民妇进宫看小姐，见过太监挂的牌子，就是那个王字，一模一样。那天晚上，他们还做了什么？李管家他从西院那棵老槐树下挖出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方方正正的，塞给了那个太监。那个太监揣进怀里，左右看看，溜了。李管家把土填回去，还在上面踩了几脚。后来呢？孟家被围那晚，你在哪儿？那晚乱了，兵冲进来，见人就抓。民妇躲在厨房水缸后面，听见李管家在院子里喊：“孟家通敌，证据确凿，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民妇才知道，是他害了孟家。小姐，李管家后来去了丞相府，民妇偷偷跟着，亲眼看到他进了丞相府后门，他成了周丞相的管家。好，很好，人证、物证、动机、过程全齐了。你只彻查孟家冤案，派禁军去丞相府给哀家搜，尤其是书房、密室，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搜出来的每一张纸都给哀家带回来。
皇后，周牧之应该快到了，哀家要让他跪在列祖列宗面前，亲口说说他是怎么当这个忠臣的。哀家看了孟之阙的绝笔奏折，看了纪伯安的验尸报告，听了乳母张氏的证词。周牧之，哀家老了，没精神听你一条一条辩。武家功臣近400条人命，你经手了多少？孟家、沈家的案子是老臣办的，但老臣是为陛下办的。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执掌后宫30，应当比任何人都清楚。功高战主的将门，权倾朝野的勋贵，是龙头旁的刀，是皇权下的刺。不拔陛下年轻，有些事只能老臣来做。为陛下办的，好一个忠君爱国。那柳如烟呢？一个后宫妃子，也功高治主；许攸呢？一个太医院副师，也权倾朝野。那些被你灭口的证人，被你清理的卷宗，被你安插在功臣府中的每一个眼线，都是为陛下。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些许牺牲在所难免。好一个些许牺牲！孟家72口，菜市口跪成一排，刽子手的刀砍卷了刃，那是些许；沈家72口尸首分离，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3个月，那是牺牲。周牧之，你看着哀家的眼睛说，你夜里睡觉会不会梦见他们来找你索命？老臣夜里只梦大梁江山永固，陛下龙体安康。至于死人，死了就安静了。好，很好。那哀家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早朝你去金轮殿，当着陛下，当着满朝文武，把你刚才说的话，说孟家死，沈家该死，赵家、林家、白家都该死，说这一切都是陛下授意，你只是奉命行事，你敢吗？你不敢，因为你比谁都清楚，陛下从未下过那样的旨意，全是你，是你周牧之为了铲除异己，为了独揽大权，为了让你周家子孙永享富贵，一手策划了这武装滔天冤案。你先用孟家弑首，再用沈家立威，接着是赵家、林家、白家。你把开国功臣挨个拔掉，把兵权收回，把朝堂变成你的一言堂。先帝若在天有灵，看他亲手提拔的丞相，把他留下的江山祸害成这个样子，他会不会从陵墓里跳出来掐死你？带下去，关进宗人府，没有哀家他的手制，任何人不得探视。太后，您今日清算了老臣，可这朝堂从来都不干净。老臣倒了，还会有张牧之、李牧之，这局棋您赢不了。周牧之，你可知罪？老臣不知，老臣辅佐陛下20年，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知何罪之有。陛下，此乃臣整理的周牧之构陷武家功臣证据总例，共计7大类，134条铁证，请陛下预览。第一，物证类，外族铁牌3枚，分别出自孟、沈、赵3家，经鉴定与丞相府收藏清单吻合。外族狼皮纸账册、信封经3位大将鉴定属实。铁指环1枚，与许攸、柳如烟伤口完全吻合。第二，人证类，被收买证人刘三翻供口供，画押指认收受丞相府银票，药童供词，详述监视太医院过程，孤警眼线供词，交代影卫行动细节。孟家乳母张氏当庭指认李管家与王德忠太监交接赃物。第三，证券类，
德妃孟之秋绝笔奏折，详述周牧之构陷孟家全过程，上有孟家玉佩压痕为皮。丞相府密室搜出构陷档案5卷，每卷均有周牧之批注签名。隐卫监控名单一册，记录被监控官员374人。铁牌乃王德忠私藏，栽赃老夫，纸张鉴定可造者，人证皆被收买。奏折是孟之秋伪造，玉佩压痕随处可访，档案签名是他人摹写，隐卫名单老夫从未见过。周相说人证被收买。好，请问药童3年前入太医院是谁举荐？谁给他安排差事？谁每月给他20两银子的补贴？太医院人事档案记载的清清楚楚。举荐人：丞相府长史周安。周安是谁？是周牧之的堂侄。周相说隐卫名单是伪造，那昨夜从丞相府密室搜出的107块影字腰牌也是伪造的，每块腰牌编号都与名单对应，也是伪造的。周相方才说从未截获德妃家书，那本宫问你，你若不截获德妃写给乳母的信，如何知道信中写皇后计划对丞相动手？又如何能用这些信在朝堂上弹劾德妃勾结皇后，图谋不轨，截获私差偷阅后宫妃嫔家书，并以此作为弹劾证据？周牧之这一条你认不认？周牧之，你还有何话说？老臣无话可说。押入天牢，听候发落，着3司会审，详查其所有罪状。退朝。你赢了，但你也输了。娘娘，您终于来了。老臣等您等了1整天了，就知道您会来送老臣最后一程。还有什么想说的？一次说完，明日3司会审定罪，你未必还有机会开口。老臣这辈子杀过很多人，害了很多人，也救过很多人，提拔过很多人，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一件事老臣想不明白，老臣到底输给了谁？你输给了你自己，你杀人灭口，却留了药童这个活口；你构陷忠良，却把证据原件藏在密室；你监控后宫，却让孟之秋用假情报反制。你太自负，以为能掌控一切，所以留了太多破绽。你输给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的傲慢。傲慢，说得好，老臣是傲慢。老臣辅佐2朝皇帝，铲除政敌无数，把持朝政20年，满朝文武谁不为我，谁不惧我？老臣凭什么不傲慢？娘娘您就不傲慢吗？您重生归来，以为知晓一切就能掌控全局。您给陛下下毒的时候就不傲慢。相思饮，好名字，缠绵悱恻，至死方休。这毒方是陛下前世亲口告诉您的吧？他教您怎么用毒控制人，您就用来控制他，真是一报还一报啊！你胡说什么？老臣是不是胡说，娘娘心里清楚。您以为老臣为什么一直没动您？不是因为动不了，是因为老臣发现您做的事对老臣有利。陛下依赖您的药，精神恍惚，朝政自然落到老臣手里，老臣乐见其成啊。可您知道吗？这毒最毒的不是让人依赖，是让下毒的人也逃不掉。您每天端着那碗药，看着它一饮而尽的时候，您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复仇的快意，还是和自己一样的可悲？闭嘴！您逃不掉的，娘娘。您给他下毒的那一刻，您就和他绑在一起了，这辈子、下辈子、永生永世都绑在一起。您赢了权势，赢了复仇，可您把自己也赔进去了。这笔买卖，您真的赚了吗？娘娘，老臣在地底下等着您，等着看您和陛下谁先毒死谁，等着看您这盘棋最后怎么收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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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赢了，我明明赢了，为什么一点都不痛快？好家伙，这抵得上国库3年岁入了吧？这些都是明面的。周牧之经营20年，绝不止这点东西。搜密室，空的。林家卷、谋逆、白家卷、血书来源、栽赃计划、证人名单、伪造物证清单、行动时间表、善后清理记录，全在这里。他把构陷的每一步都记下来了。隐卫监控名单：永昌元年至12年，被监控官员及家眷共计374人。赵青瓷、惠妃、赵刚之女，永昌10年7月入宫，性格刚烈，需重点监控。赵家案结案前，建议控制其父赵刚于府中，切断其消息来源。周牧之，你这个老匹夫！全部封存，加3道封天，派重兵看守，直接送入慈宁宫，由太后亲自查验。这些是武家翻案最硬的骨头。他留着这些，不只是为了回味，更是把柄。哪个官员不听话，就把构陷他的卷宗拿出来，逼他就范。20年，满朝文武有多少人被他用这种方法控制着？人证、物证、时间、地点、动机全齐了。这份卷宗拿出去，3思半天就能结案。有了这些，淮安的案子也能翻了。周牧之在南疆贪墨案里动了手脚，把我儿子塞进去当替罪羊，这卷宗里肯定有记录。皇后，证据齐了，武家平反势在必行。皇帝那边，哀家会下旨，但他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爹，女儿找到了，您不是叛国贼，您是周牧之30年前的政敌，他用了30年，等您兵权在手，深得民心时，用一块从战场带回来的铁，把您钉死在叛国的柱子上。女儿替您拔出来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昌12年3月22，查平西侯孟廷忠勇为国，战功赫赫，前遭奸相周牧之构陷，蒙不白之冤。今真相大白，沉冤得雪，特追封孟廷为忠烈侯，追授镇西大将军谥号，发还旧宅田产。后须幸存族人，孟氏一门，忠烈千秋，永在史册。钦此。爹娘，孟家列祖列宗在上，今日孟家冤案昭雪，害我孟家者已下天牢，污我孟家者已遭唾弃。孟家的门楣，女儿给您擦干净了。3年前我醒来，发现自己回到入宫前3天。我试过警告父亲，试过销毁证据，试过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但都没用。周牧之的网早就撒好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一个人救不了孟家，我只能等，等一个变数，等一个能打破这死局的人。你等了3年，是等了3年，每天对着镜子练习表情，练习怎么装懦弱，怎么装无知，怎么在周牧之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织我的情报网，直到你出现，直到你也开始查沈家旧案，直到你对我说出那句怀下倾吐。我知道，我等的变数来了。永昌12年3月22，
孟氏冤案昭雪，德妃孟之秋于太庙前告慰先祖，4载沉冤，终见天日。沈渊，谢谢你，没有你，我可能还要再等一个3年，或者永远等不到。是你自己熬过了最难的3年。爹，女儿做到了，孟家不再是罪臣。那枚裂了的玉佩，女儿给您带回来了，您和娘可以合眼了。爹、娘、大哥，沈家所有的人，今天沈家平反了，诏书已经下了，爵位由大哥继承，旧宅归还，田产发还，沈家清白了。周牧之倒了，关在天牢，秋后问斩。王德忠下了狱，家产超没。柳如烟死在冷宫，那些害过我们的人都得了报应。女儿答应你们的事，做到了。